在张艺谋的导演生涯，有这么一部电影，号称中外合作，群星云集。上映前口号吹得震天响，上映后却将张艺谋钉在了耻辱柱上。这部电影就是《长城》。在古代，有一种以人类为诱饵的怪兽——饕餮，每过60年就会降临人间，大量觅食。为了阻挡饕餮大军，人类建起高大的长城，抵御饕餮的进攻。两个来自欧洲的雇佣兵威廉和佩洛，为了偷取黑火药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盗取配方。夜晚，露营的二人突然遭到饕餮的袭击，威廉神勇无比，直接砍下饕餮的一只爪子。为了搞清楚饕餮是何种生物，威廉选择带上爪子一起上路。身后契丹人的骑兵一直对他们穷追不舍，二人一路逃到长城脚下。长城上的吴影金军乱箭齐发，给二人搞了一场浪漫的欢迎仪式。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，抱着侥幸的心理，二人投降了吴影军。本来要被砍头的二人，却因为饕餮的断肢逃过一劫。几个五颜六色的将军开始研究起了断肢。为首的林景田林大将军更是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质问两人是怎么得到这个东西的。威廉也没有隐瞒，直言不讳地说出昨晚遇到饕餮的事。正当几位将军讨论如何处理二人时，一个小兵突然跑进来报告，外面烽火台狼烟四起，饕餮大军来犯。众人大惊失色，下令长城内外厉兵秣马，严阵以待。为首的少殿帅已经等了16年了，各种穿着花花绿绿的兵马纷纷列阵迎敌。军师觉得这两个外国佬可能还有点用处，就暂时关押在了北楼。远处饕餮大军如潮水般涌来，守城的吴影军先是用投石车进行攻击，紧接着万箭齐发。虽然有无数饕餮倒在地上，但还是有大量饕餮突破防线，来到了长城脚下。只见一个个身穿蓝甲的女战士手持长矛一跃而下，在城墙之间反复横跳，用利刃刺穿饕餮的身体。但一些失手的女战士也被饕餮扯成了碎片。看到饕餮兽王出现，少殿帅立刻下令将所有输出都打在兽王身上。奈何兽王周围有铁甲阵保护，根本不受伤害。在兽王的指挥下，饕餮大军迅速登上了城墙，士兵们不得不开始了百人战。负责看守威廉二人的士兵小路顾不得太多，勇敢地冲了上去。威廉二人也在围观群众的帮助下解脱了束缚。二人配合天衣无缝，不仅干掉了饕餮，还救下了小路。就在城楼防线即将被攻破之际，兽王突然收到导演的剧本，立马撤离，不然现在就拿下，后面的剧情就没有办法再继续。饕餮军团这才倒着同伴的尸体撤离，因为威廉二人状态神勇，连杀数名饕餮，让少殿帅刮目相看，不仅免了二人的牢狱之灾，还邀请二人参加晚上的庆功宴。二人一出现在宴会上，就引来众人的鼓掌欢迎。看到这一幕的威廉有些紧张的说不出话。在众人的拥护下，威廉表演了一波叹为观止的剑法，用3根箭矢将碗钉在了柱子上。在场众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。晚上，军师给威廉科普了一下饕餮的由来。相传，在2000年前，有个皇帝混庸无道，贪得无厌，搞得民不聊生，也因此激怒了上苍。上苍降下陨石，击中勾吴山，在一片绿光中，饕餮诞生了。从那以后，每过60年，饕餮就会来袭，见人就吃，以告诫世人贪婪的后果。其中，兽王是不捕食的，全靠兵兽喂养，他只负责繁衍更多的饕餮，就像蜜蜂那样。与此同时，在城楼上巡逻的殿帅发觉情况不妙，他立刻命令手下列阵。不远处，一只饕餮缓缓走来，但还有一只却在队伍的后方。通过剑身的反光，殿帅发现了准备偷袭的饕餮，两人掷出手中的暗器，击伤了饕餮。殿帅为了保护林将军，被受伤的饕餮压在身下。按剧本是时候领便当了，作为演员，这是他的职责。将职位传给林将军后，殿帅光荣下线，将士们唱起秦时明月汉时关，燃起孔明灯为殿帅送行。无数孔明灯飘向远方，场面甚是壮观。殿帅死后，众人开始商议如何对付饕餮大军。900年前，曾经有几只饕餮越过了长城的防线，肆意屠杀民众。可中途饕餮却突然停了下来，现场发现了几块磁石。军师推测，磁石有特殊的效果，可以让饕餮的耳朵失灵，自然而然就听不到兽王的指挥，也就停止了行动。可要验证这件事情，就必须抓来一只活饕餮。这时，威廉主动请缨，表示之前他在西班牙捕鲸时会用鱼叉勾住鲸鱼，然后把鲸鱼给拉上来。抓捕饕餮同样如此。第二天一早，大雾弥漫的城头，士兵们严阵以待，而饕餮也隐藏在大雾当中，伺机而动。在兽王的指挥下，饕餮们开始争先恐后地爬上城墙。林将军一声令下，士兵们射出鱼叉箭，箭头上涂了麻药，一旦射入饕餮皮肉中，就会发挥药效。但饕餮在同伴的帮助下，纷纷从鱼叉箭下脱困。最后一根鱼叉成为了所有人的希望。
众人齐心协力，想要将中箭的饕餮拉上来，可威廉却告诉大家，强行使劲的话会导致绳索断裂，倒不如等麻药起作用再使劲。眼看着鱼叉剑就要被拔出，威廉选择孤身犯险，拿上弓箭，顺着锁链倒打了饕餮的位置，同时上面的人射出响箭掩护威廉。就在威廉被饕餮围攻的时候，好在佩洛突然冒了出来，助他一臂之力，城墙上扔出霹雳弹和火药箭，逼退了饕餮的攻击。但威廉也不幸被爆炸波及，城墙下方打开了一道暗门，将昏迷的威廉等人给救了回去。醒来后的威廉发现林将军一改之前傲娇的态度，对自己说了句谢谢，并暗中用言语提醒威廉，希望他见识到黑火药的威力后能知难而退，不要对黑火药抱有想法。短短几句话就打动了威廉。另一边，这只被抓到的饕餮暴躁不安，不断挣扎。军师用绳子吊着磁石，小心翼翼地慢慢靠过去。果不其然，磁石一接近饕餮，躁动的饕餮立马安静了下来。见此情景，一个绿衣服的钦差大臣非常满意，他不顾军师的反对，强行就要带走饕餮，献给皇上邀功。另一边的佩洛劝威廉一起去抢黑火药，毕竟这是他们此行的目的。但威廉已经醒悟，最终放弃了任务。好友失望至极，带着一个吃瓜群众炸开了黑火药的仓库。就在两人大肆洗劫的时候，威廉发现了他们，他还想劝好友走回正途，但好友联合吃瓜群众阴了他一波。与此同时，军师等人发现了饕餮的阴谋，原来饕餮早就悄悄在地上挖了一个隧道，想要绕过城墙直达都城，那里有无穷无尽的食物。军师这才明白过来，前两次攻击只不过是饕餮的声东击西，智商在线啊！如今饕餮大军已经前往了都城，起码到那最快也要3天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军师不愧是军师，立马祭出了黑科技孔明灯，有孔明灯加持，到达都城仅需要2个时辰。事不宜迟，大批人马驾驶着孔明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。威廉也决定留下来帮助吴影军一起讨伐饕餮。另一边，钦差将饕餮带到皇帝老儿面前邀功，并拿起笼子上的磁石肆意挑逗饕餮，嘚瑟的不行。结果不小心离得太远，导致饕餮失控，钦差一下子被撞倒，磁石也滚出去老远。饕餮迅速发出信号通知同伙，饕餮大军在得到都城的方向后，火速调转方向赶过来。关键时刻，钦差甩出磁石，总算平复了饕餮的情绪。等到吴影禁军到达都城的时候，饕餮大军也已经杀到城内，美美的饱餐一顿。惊慌失措的皇帝老儿直接躲到龙椅后面，因为兽王被饕餮护卫队围在中间，保护起来无法下手。军师想到一条计策，他们在被捕的饕餮俘虏身边放满猪肉，同时在他身上绑满炸药，就要他醒来吃饱后就放他回去找兽王，到时候再点燃炸药，将兽王送上西天。可就在押送饕餮的过程中，几人遭到几只饕餮的袭击，为了保护自己的队友，小鹿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，点燃身上的炸药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通道被炸塌，饕餮也被阻断在了外面。来不及悲伤，军师拿下磁石后，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。饕餮瞬间醒了过来，对着几人龇牙咧嘴。不过军师有磁石加持，他不敢乱来。闻到猪肉的味道后，饕餮开始大快朵颐，吃饱后就回去找兽王了。但如今他们还差最后一步，引爆炸药。林将军和威廉来到高楼，找了个好位置，将手中的火药箭对准兽王，射出一箭。没曾想，兽王周围的护卫突然觉醒，张开盔甲后弹开了箭矢。察觉到危险的兽王开始指挥饕餮大军攻击威廉等人，威廉又试图射了一箭，这下彻底惹毛了兽王，下令集中全部火力攻打威廉。军师为了保护二人，丢出手中的磁石，牺牲了自己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威廉和林将军用绳子逃出升天。这次二人从兽王的防守薄弱区下手，扔出磁石，趁守卫停止行动的瞬间射出火药箭，终于成功了。随着火光的亮起，兽王当场被炸成灰烬。没有兽王的指挥，饕餮大军也是树倒猢狲散，纷纷瘫倒在地。最后好友被吴影军抓了回来，不过慷慨的威廉原谅了他。两人告别长城后，选择一起浪迹天涯。故事到此就结束了。很难想象这是一部张艺谋拍出来的电影，西方的特效怪物大片和张艺谋的艺术风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长城还是真有一点继承了张艺谋的风格，那就是那些前一秒还浑浑噩噩如混混一般利欲熏心的老外主角，遇上女主角景甜后马上变成英雄一般。伪光正的高大形象是要留下来，为了正义对抗邪恶，外国人都是活雷锋啊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